我叫苏玲，上一世我是末世的全能王者。最后一场大战，我燃尽生命本源，救了我们小队所有人。生命的最后，我却听见队友说：“燃尽本源，说的真好听，不就是知道自己活不成了，给自己争个好名声？别管了，等他断气儿，把他的元素核心挖出来炼了，咱俩的异能等级能翻好几番呢。”所以这一世重生到修仙世界，我只想当个没有存在感的奶妈。没想到最后，他们不仅不懂感恩，反而要废掉我的修为，将我赶出宗门。即日起，废除苏玲全部修为，将其逐出我青兰宗。磨蹭什么呢？轻伤而已，你装模作样治这么久给谁看？他的伤口有毒刺残留，得慢慢挑干净，不然会化脓。就因为你手慢，我们所有人天黑前都到不了安全区。入队8个月了，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，你还有什么脸待在我们青蓝队？师姐要是不满意我的手法，可以自己来治。哟，长本事了，还敢顶嘴了？你搞清楚，要不是我当心软收你入队，你现在还在外门扫地呢。治好了，走吧。哼，治好了？就你那半吊子的疗愈术，别给人治出毛病来就不错了。苏师妹，我来帮你拿药箱吧。多谢陆师兄。陆师兄又去给苏玲献殷勤了，难怪郑师姐看不惯苏玲呢。也不知道大师兄看上他什么了，要恭维没修为，要家世没家世，一个吃白饭也配让我们未来的长主献殷勤。陆师兄，你管他做什么？让他自己扛。我帮他分担一点，队伍也能走快些。师兄倒是好心。郑师姐，前方密林发现地阶烈焰虎的踪迹，怎么好像闯进他的地盘了？地阶烈焰虎，那玩意儿一只就能灭我们整个队。郑师姐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撤！所有人退出3里地。陆师兄，劳烦您带2个师弟绕路去打探一下情况。苏玲，你听好了，陆岩可是未来的青蓝宗掌门，不是你这种废物可以肖想的。以后你少往他跟前凑。师姐多虑了，我对陆岩不感兴趣。师姐要是喜欢，大可以自己去追，没必要来和我说这些。贱人，你是在和我炫耀陆师兄对你不一般吗？受潮，是受潮！烈焰虎带着兽群冲过来了！何油瓶，你去挡着！反正你活着也是浪费粮食，不如给全队争取点逃跑时间。贱人，只要你死，我有的是办法让陆师兄喜欢我。郑师姐，贱人，你敢打我！师姐说笑了，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治疗师，哪来的本事打您？倒是师姐，堂堂青蓝队队长，跑个路都能摔得狗啃泥，传出去也不怕人笑话。你找死！别吵了，快跑啊！再不跑，我们全得死在这儿！等我回去再收拾你！所有人撤！改一下路标，兽潮就朝另一边空谷去了。虽然那郑婉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兽潮害死其他无辜之人。跑出来了！我们真的跑出来了！多亏我当机立断选了这条贿赂，不然你们今天全得喂妖兽。郑师姐果然有先见之明，要不是您带路，我们哪儿找得到这条生路？就是，郑师姐修为高又心思细，我们跟着郑师姐准没错。有的人就知道躲在师兄弟们后面吃白饭。刚才兽潮冲过来的时候，我看得清清楚楚。某些人站在原地慢悠悠捡草，生怕跑快了累着自己。呸！拖油瓶，真当自己是来踏青的了？我吃白饭。郑婉，
我在后面费了那么大劲儿，让受潮转方向，给咱们找活路，到你嘴里成了你当机立断了。苏玲，你少往自己脸贴金，这僧路是我发现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除了拖后腿还会什么？你找到的生路，好，我等着看你用你的生路让所有人活下来。苏玲，队里粮食不够了，你的那份减半。凭什么？什么凭什么？你这趟出力最少，还好意思和别人吃一样多？我说了，生路是我指的，没有我，你们现在都在妖兽肚子里当养分。苏玲，你编瞎话也编得像样的，你一个连御风术都使不利索的人，能指什么路？少在这邀功了，你爱吃不吃，我看粮食减半都便宜你了。要我说，你这种满嘴谎话的废物就该断粮才是。减半？你再说一遍。我就说你的粮食减半怎么了？你又不用干重活，吃那么多也是浪费。要不是陆师兄拦着，你这种废物早就该饿死。就是，探路冲锋都是我们拿命在拼，你好意思跟我们分一样的粮吗？每次任务你除了躲在后头还能干什么？郑师姐辛辛苦苦带我们逃生，有些人一路悠哉跟在后面享福，现在还有脸分全份粮食，真是脸皮比城墙还厚。吃，还有脸吃？苏玲，你觉得你对我们队伍到底有什么贡献？你把你那点可怜的本事列出来让我听听。师姐想说什么，不妨直说。那我就直说，你这个废物就是我们队的累赘，没有你我们早走远了。每次妖兽来了，你第一个缩头，有好处倒是次次都少不了你。我现在就要把你逐出队伍，省得你继续拖累我们。对，逐出去，早就该把他逐出去了。支持郑师姐，苏玲滚出青蓝队！想把我逐出队伍，你一个人说了不算。青蓝队驱逐队员需要长老点头，你还没那个权利。想要长老点头很难吗？只要我们全队联名上书，长老难道还会为了你这个废物驳大家的面子？你等着瞧就是。好纯的天地元素，竟是从那个小丫头身上溢出来的。被这么欺负还忍着不动手，你说她到底在想什么？一身本事藏得严严实实，被骂废物也不还手。这个女孩比我们兽族那些一点就炸的崽子沉稳多了。你这个药王都看不出来，我一个粗蛮的野兽怎么知道？怎么，你对她感兴趣？你不也对她很感兴趣？哼。郑师姐，明天我们真要去岗位区啊？长老那个任务也太难了，万一出点岔子。这是长老交代的任务，不去也得去。那苏玲呢？还带着她？带着，正好明天让她走最前面探路。那可是高阶妖兽地盘，让她走前面不是送死吗？怎么，你心疼她？行啊，那换你去。不是，我就是觉得，万一她真死在那儿了，我们回头不好交代。有什么不好交代的？探路遇险，技不如人，那是他自己找死，跟咱们有什么关系？他不是总说自己有本事吗？那我就给他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。要是他真有那个命活着回来，我郑婉名字倒着写。苏玲，今天的探路任务就交给你了，其他人负责策应，他在前面探路，我们跟着走。是啊，苏玲师妹本事大，探路这种事儿非你莫属。就是，我们可不敢跟师妹抢功劳。苏玲怎么不说话了？昨天不是挺能说的吗？该不会是怕了吧？让她走前面正好，出事了也是她先扛着，咱们掉头就跑，省得拖累我们。陆师兄，你也觉得我应该走最前面？探路是队里安排的任务，你听从安排就是了。之前还以为他是这个队里唯一的明白人，结果跟上一世那群道貌污然的东西一样，危急时刻退得比谁都快。怎么，不敢去？昨天不是说我们能逃出来都是你的功劳吗？现在让你露一手真本事就怂了？我当然可以去，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要是你们出了事，别求到我头上。求你？你做梦吧！走了半天，什么也没有。我看他就是故意带错路，报复咱们。要不是同门不许内斗，我真想一脚把他踹开，让他自己在这林子里自生自灭。毒刺虫，好多毒刺虫，大家快躲开啊！快，拿解毒符，他们要毒发了！郑师姐，
没用啊，这符压不住毒刺虫的毒素啊！我好难受，要呼吸不上来了。苏玲，你不是会疗愈术吗？快救人啊！这个时候还不救人，你是想看着我们死吗？这毒我解不了，我只能暂时压一压，撑不了多久。废物，让开！什么狗屁疗愈术，连这点毒都解不了，你还有什么用？我们队真是白养你8个月了。用本源之力替人压制毒素，表面却装成庸手，被人欺负还要暗地里救人，这性子还真是特别。什么动静？郑师姐，矿区法阵被激活了，我们被封在里面出不去了。眼甲妖兽，这畜生把矿脉占了，难怪法阵会锁死这片区域。他是阵眼，只有打死他，我们才能出去。眼甲妖兽不仅妖力强大，肉身防御更是坚不可当。我们这点人手怎么可能打得过？完了，全完了！难道我们今天真的要被困死在这里了吗？全员听令，列进攻阵型，集中火力打他腹部，我们强攻！不行，我们的法器根本破不了他的防，再打下去，我们全队都要交代在这儿。那怎么办？等死吧！这妖兽胸甲下方3寸关节连接处，鳞片覆盖最薄，只要击中那里就能破符。但是以他们这群菜鸡的准斗，很难打中。出不去了，灵泉用完了，丹药也没了，咱们全得死在这儿。都怪你！要不是你昨天在营地拖那么久，我们早就撤离了。是你害我们被困在这里的。就是，明明知道时间紧，你还磨磨蹭蹭治伤。现在好了，我们全都要被困死了，你满意了？苏玲，你这个扫把星！自从你入队，我们青蓝队就没顺过。我们要是能活着出去，我回宗门第一时间就跪在长老面前磕头，让长老把这个废物逐出青蓝队。大家有谁赞成？赞成！苏玲早该滚了，让他滚，让他滚！眼甲妖兽昼伏夜出，天快黑了。再过半个时辰，他就会主动巡视领地。我弄死的机会只有一瞬间。他过来了，眼甲妖兽朝我们走过来了。所有人准备迎战！这要破了！撑住！都给我撑住！谁要敢后退，我先杀了他！他受伤了，郑师姐把他刺穿了。调节地气，扭转地形，手法干净利落，时机拿捏分毫不差。我间隔10多年没见过这么好的苗子了。郑师姐太厉害了，最后那一剑简直是神来之笔。要不是你力挽狂澜，咱们今天全得死在这儿。我就知道跟着郑师姐准没错。郑师姐修为高强，关键时候真能救命。行了，别再拍马屁了，都去清点战利品。妖兽全身是宝，一丝一毫都不能浪费。是我找的弱点，是我改的地形，是我逼他露出逆鳞。但没关系，这是最后一次了，就当是还了青蓝宗当初捡我回去给我治伤的恩情。回去我就递苏玲的驱逐申请，到时候你知道该怎么做吧。郑师姐放心，联名书我已经备好了，队里也都打点过了，回去让大家按个手印就行。今天的事你别往心里去。什么事？就是郑婉推你去挡受潮的事，他也是急昏头了。她毕竟是你师姐，你多体谅一下。他推我去死，你让我体谅他？陆言，我不是圣人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觉得同门一场，不必闹得太难看。你放心，回去我肯定也帮你说话，不会让你被赶走的。帮我说话？今天早上你往后退的那半步，我可看得清清楚楚。你就是这样帮我的？
我当时是为了大局考虑。郑婉是队长，我不能服了他的面子，否则以后不好相处。但我心里是护着你的，你应该明白我的苦心。你的苦心我不明白，也不需要明白。以后我的事不劳陆师兄操心。苏玲，你怎么能这么和我说话？你明明知道我对你……不早了，陆师兄还是早点去睡吧，明天还要赶路。郑师姐，你那驱逐申请写好了没？早就在脑子里过了一遍了，回去提笔就能写。可万一长老不答应呢？苏玲好歹也算会点疗愈术，万一长老觉得留着有用，会点疗愈术有什么用？苏玲她要修为没修为，要家世没家世，长老犯得着为了她跟我们整支尖子队作对？就是，郑师姐说的对。等到了山门口，有些人就可以滚蛋了。要我说啊，识相的就应该收拾东西的时候手脚麻利点，别磨磨蹭蹭惹人烦。长老，弟子代表青蓝队全体队员正式申请将苏玲逐出队伍，这是联名书，上面有所有人的签名。苏玲入队8个月，从未参与过任何一次正面战斗，此次高危任务中更是全程躲在后方观望，全靠弟子拼死奋战才勉强带队突围。若继续留他在队里，不仅影响全队士气，恐怕还会危及其他弟子性命。弟子斗胆，请长老为我青蓝队做主。郑师姐说的句句属实，苏玲就是全队的累赘。长老，您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！不能让他继续祸害青蓝队了。我知道了，明日召集宗门大会，我当众宣布结果。看来苏玲明天就能彻底滚蛋了。那个叫苏玲的小姑娘，我观察好几天了，天地元素竟然在她体内自行流转，这种体质千年难遇，这群人还真是遇事不分。那正好，我正缺个能养灵兽的帮手，他驯兽根骨不俗，比我们兽王谷那些毛躁小子强10倍不止。此女建议前置极佳，调借地气的手法干净利落，不该埋没在这种地方，我们剑阁才能给她更好的出路。用本源之力救人，却养出一群白眼狼，小姑娘就该来我们明殿，我帮她灭了这群废物。那就明日把人带走。行啊，我正有此意。随你们。之前偷窥我的那几个气息又出现了。经青蓝队全体队员联名上书，长老会研究决定，即日起将队员苏玲正式移出宗门。我郑婉带队3年，自问对得起每一个人，可有些人，你就是把心抛出来，他也捂不热。苏玲入队8个月，我忍了他整整8个月。哪次妖兽袭来，他不是第一个往后缩，装模作样给队友拍2张疗伤符糊弄皮外伤，等分债品了又冲得比谁都快。没用，让他滚，早就该滚了，站着位置不在事。你说我只会装模作样疗伤，那密林毒刺虫那次是谁替全队压的毒？你郑婉用了一整叠上品疗伤符都压不住的毒，最后靠的是谁？解毒？你当时明明自己说解不了，最后还是我那张符箓勉强压住，你哪来的脸往自己身上揽功劳？你那叠疗伤符只能消除表面红肿，毒素压下去不到1刻钟就会重新反扑，蔓延入骨，真正压制毒源的是我渡进去的本源灵力。郑婉，你敢不敢当着全队的面发个新模式，说你从头到尾没感觉到那股属于我的力量？本源之力？就你连妖兽正脸都不敢看，哪来的本源灵力？你在这装什么大尾巴狼呢？就是，郑师姐一剑劈开眼甲妖兽的皮才叫真本事。你全程就站在后面看戏，也好意思跟我们扯什么本源之力？陆师兄，你跟苏玲走得最近，你来说说她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？但凡你能说出一项，我今天就当众给她道歉。跟他不熟，只是看他可怜才多说2句话。他确实没什么特别的。既已决断，我即刻便废除你的修为，你1个时辰之内离开驻地，不得再踏入青蓝宗半步。废我的修为，好一个狠辣的青蓝宗！既然你们如此不顾情面，那我也不装了。这气息，难道是传说中的4位尊主？我看你们谁敢动他！
四位尊主大驾光临，青兰宗有失远迎，不知有何指教？你们青兰宗赶走的这个姑娘，帮你们挡过兽潮，解过奇毒，破过眼甲妖兽，我来替她说清楚。兽潮，真是他应该的。毒刺虫那次，我们全队都骂他废物，结果是他救的。之前谁起哄骂他最凶？给我站出来！尊主饶命，我们是被郑师姐挑唆的。眼甲妖兽那一战，你抢功推人，克扣口粮，以为没人看见？我没有，那些都是他自愿的。天地留存的灵力轨迹做不了假，他耗尽本源渡入伤员体内，灵力频率与你们全队残留完全吻合。郑婉，你竟敢欺上瞒下，诬陷同门！陆言，你快和他们说，不是这样的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跟他不熟。委屈你了，小丫头，跟我们走吧，这里不值得多留一刻。从今往后，这个女修由我兽王苍烈护着。我剑阁在此，此后谁碰苏林谁死。走吧，以后明殿就是你的家。这里是精灵谷，以后就是你的地盘了。这里的灵气浓度比青兰宗的修炼圣地还要高出数倍，这四人究竟是何来入？那棵灵木枯了多少年了？1000年了，谷中灵气最盛时也没救回来，它的根系早就坏透了。这千年死木的根系与灵脉缠在一起，不救它的话，这座灵脉也会跟着枯竭。这死树就活了。千年死木瞬息回春，它体内的本源之力远超我们的想象。哼，小丫头，你这一手要是让别人知道，今后怕是想清静都难了。该来的躲不掉。从前我以为只要苟着就能避免麻烦，但现在看来，有些麻烦不管我实力如何都无法躲过。那我还有什么藏的必要？离开那破宗门也挺好，以你的实力，往后自己拉一支队伍，肯定比那劳师青岩宗强100倍。你先接住这个，这是象征兽王身份的万兽令牌，上至凶兽，下至灵宠，剑牌听令，你随便用。苍烈尊主，这份礼太重了。重什么重？这令牌放我那儿也是落灰，你拿着比我拿着有用。这是我剑阁的神器护身剑甲，遇到危急能自动出鞘挡一击，元婴之下破不了，你收下贴身带着。这是我的本命神器固魂玉，世间仅此一枚。你手腕上的魂伤，用它能慢慢养回来。你怎么知道我手腕有伤？之前你在青兰宗压制毒素时，本源灵力从伤口泄出来过，我看见了。这伤是我临死前那场世大战中受的，跟我一起穿越到了这个世界。没想到这个男人竟然有治愈他的办法。灵芝宝库万兽令牌、护身剑甲、固魂玉，我都收下了。你们这份人情我记着，将来谁有需要，我绝不推辞。小事小事，我们对你好是真心喜欢你，可不是为了图回报。过2天，我打算往精灵谷东边的秘境走一趟。东边秘境？你才刚来，怎么就盯上那里了？我进谷时就感应到了，里面有东西在叫我，但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秘境深处凶险，我们陪你去。不用，我一个人方便，真需要帮手的时候再找你们。我讨好苏灵8个月，他从不给我半分好脸色，现在转头就对这4个男人笑，凭什么？苏灵，你等着，我一定要毁了你！秘境大赛3日后开赛，各宗必须有神魂疗愈者才能报名，全宗就苏灵1人符合要求。你倒好，
联名上书把人逼走了。赵长老，弟子也是按规矩办事。按规矩？你联名上书的时候怎么不先问我一声？现在好了，3日内交不出名单，全队直接弃赛，宗门的脸都要被你丢尽了。你自己闯的祸，自己去擦屁股。现在就去精灵山谷找苏灵，哪怕跪着求，也得把人给我求回来。求他？赵长老，他可是已经被逐出师门的企图。那你告诉我，3日之内，宗门还能从哪儿变出第2个神魂疗愈者？找不回苏灵，你这个队长也别干了。弟子遵命。你昨天制活枯木的事，一夜间传遍了整个大陆，精灵王庭、兽族长老会、冥夜3殿都递了合作意向过来。你那一手本源疗愈术，放在哪一族都是镇族之宝，也难怪他们会争抢。与其让你被各方争来抢去不得安停，不如利用这3家把资源凑出来，帮你把根基扎稳，打造一个属于你的宗门。我虽然是兽王，但我同意白毛精的话，你来当3族共同供奉的座上宾，有事相求直接开口，你也不欠谁人情。灵植矿脉、商路渠道、冥界庇护，3家想要的回报是什么？只要你每年分出几次疗愈名额，给他们治一治旁人治不了的伤。合作可以接，但要等我从秘境回来之后。你很缺秘境大赛那点奖励吗？有我们在，你什么功法拿不到？那秘境深处有上古元素遗迹，只有大赛那条通道能进去。我不争榜首，只想借赛道的掩护，抵达上古遗迹核心区。遗迹凶险，你一个人去风险太大了。你先把合作的事敲定，秘境，我们陪你走一趟。这是秘境全域图，外围有3条赛道，核心区在东面，但我察觉有3处不太对劲。这里，标注的是灵脉节点，但实际上是人为布下的杀阵。你翻眼地图就看穿了3个杀局。末世活下来的人，对陷阱的直觉，有时候比眼睛和异能更准。苏黎，这么晚，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来了。苏灵，我今天是来给你赔罪的。这是赔罪的礼物。秘境大赛缺神魂疗愈位，你要是愿意归队，队里资源你随便有。我要是不回去呢？整个宗门都在等你，没你我们连入场资格都没有。你恨我归恨我，可其他弟子没得罪过你。说完了。苏灵，那天广场上我是被逼的。你不在的这几天，师兄弟姐妹们把火全撒我头上，我都认了。可大赛的事儿，你好好想想。榜首奖励的神魂灵液和高阶功法，对你修炼好处不小。你总不能为了跟郑婉置气，把这么好的东西让给别人吧？你说奖励对我有好处，当真是为我好。广场上，郑婉让你开口说我坏话的时候，你可是亲口说的，你跟我不熟。过去的事是我不对，但榜首奖励的功法对你也有用，你再好好想想吧。那些东西我看不上，倒是你来求我是为了保住你的队长位子。你胡说八道，我这都是为了宗门好。推我挡妖兽，联名赶我走，你做的哪一件事不是为了你自己？现在还有脸在这里说是为了宗门？我不会回去的，你走吧。苏灵，到底要怎样你才肯回来？你开个价！哼，
求人办事，你站着求。苍烈尊主，苍烈，不必动怒。你倒是心软，可我是妖兽，我心硬得很。他说了他不回去，你听不懂人话。苏灵，有人护着你很了不起吗？你不过是一个毫无战力的废物疗愈师，你有本事这辈子都不要落单啊！苏灵，今天这笔账我记下，总有一天我要你连本带利全数还回我。前面不太对劲，那边的烟是紫黑色的，这不是普通山火该有的颜色。空气里有血腥味，还混着剧毒的气息。下去看看。我们再晚一步，那边村子里的人恐怕就要撑不住了。我快撑不住了，这邪毒专啃神魂，我们的防御阵顶不了多久啊！这毒气在啃噬生机，我的灵力刚喂进去就被吞了。毒散了。活了，我活了！爹，娘，我来助你。好了，我缓过来了。这些毒气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不是山野瘴气，普通瘴气不会专攻神魂，这东西像是有人炼出来的。谁这么缺德，往村子里扔这种东西？你们都给我记住了，今天救你们的人叫苏灵。多谢大仙救命之恩。我只是刚好路过，碰上了就搭把手，你们不用放在心上。玄金麒麟，这畜生几百年没露过面了，今日怎么会突然出山？这可是我这个兽王都要敬而远之的天外神兽，八成是你刚刚那一手本源气息将他引来了。你的本源气息能驱散毒气，天道指引你就是我的主人，请您带我离开。好。今天就要报名了，参赛的队伍名号想好了吗？就叫灵虚小队。灵犀，灵气朝生，是个好名字。我没什么家底，人脉也浅，往后这支队伍还要劳烦四位多费心照应。放心，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。驻地我已经找好了，就在山谷东面那块平地，灵气比这里足，够你扎营了。这里头是灵芝种子、灵泉引子，还有各类疗伤药材，够你用3年了。那头玄金麒麟我已经安排在山谷口守着了，他认你为主，以后谁想来闹事，先得过他那一关。他昨天才刚过来，这么快就让他守山门？他自己乐意的，你没瞧见他趴在那儿，尾巴甩得欢似的。
每人1块护魂玉符，能挡下3成神魂攻击，秘境里用得上。这阵仗恐怕比青蓝都强10倍不止了。青蓝宗那种垃圾也配和我们比？队伍名号既然定了，明天就把招人的消息放出去吧。你听说了吗？苏灵在精灵山谷自立门户了，建了支队伍，叫灵犀小队。他干什么跟我没关系。没关系，他那边放出招人消息不到半天功夫，光兽族修士就跑去了10几个，这事全宗上下都传遍了，人人都在看你郑婉的笑话。那又怎样？你自己好自为之吧。大赛名额你是彻底没指望了，你丢的不只是你自己的脸，更是整个青蓝宗的脸。灵犀小队，我还没垮，你就急着自立门户踩我头上了。苏黎，咱们走着瞧。苏灵姐，你看这个，我在谷口草地上捡的，花纹怪好看的。这东西你从哪儿捡的？就在谷口那块大青石旁边捡的。怎么了，苏灵姐？夺命咒，贴在人身上就会被引爆。是谁往我谷口放这种东西？难道是郑婉？以后不管在哪儿看到这种黑色符箓都别碰，直接来找我。这条山道是进出精灵山谷的唯一通道。活怎么分，酬劳怎么算？你埋伏在山道上，只要是灵仙小队的人，撞见就打断手脚。他绕去后山药田，把里头的灵草全给我毁干净，一颗都别留。酬劳呢？这是定金，事成之后再付你1倍。天亮我们就动手。有埋伏，小心！别踩！住手！那都是苏灵姐辛辛苦苦培育的灵苗。畜生！苏灵姐不会放过你们的！别乱动，先稳住气息。苏灵姐，有人雇了杀手来搞破坏，他们往药田去了。你随手就改了山道地形。老子去拧断这2个杂碎的脖子！先别急着动手，问清楚是谁派来的。说吧，是谁派你们来的？你们已经把活办砸了，尾款肯定拿不到。你那位雇主转头就会不认账，想活命就把背后的主谋说出来，我可以放你们安全离开。符是中间人转交的，雇主名叫郑婉，是青蓝宗的前队长。还有没有别的同伙？还有一个冥界的叛修，别的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，饶命啊！冥界的人，你有印象吗？盟业封禁名单上有个叛逃者，已经逃了30年。这黑符上的气息，和他对得上。人证物证都齐了，这笔账先记着，他们一个都跑不掉。苏灵姑娘，老夫冒昧登门，打扰了。宗主大驾光临，有何贵干？老夫今日过来，是诚心想请你回青蓝。宗里首席疗愈师的位置一直给你留着，修炼资源、宗门待遇，你随便开条件。你被逐出宗门的事是郑婉自作主张，老夫已经重罚了他。只要你回来，从前的恩怨我们一笔勾销。青蓝宗亏待你的，老夫10倍补上。不必了。宗主亲自跑这一趟，
我本该给这个面子，但我自己的队伍已经建起来了，实在走不开。灵犀小队才刚起步，能有多少根基？青兰宗传承1000年，底蕴深厚，岂是一支野队能比的？你回了青兰，整个宗门的资源都是你的后盾。宗主这话就不对了。灵犀队伍虽小，背后却有精灵、兽族、冥界3组撑腰。青岩宗的规矩管报到他苏灵头上。既如此，老夫便不强人所难了。苏灵姑娘，你好自为之。苏灵的事早就与青兰宗无关了。宗主这好自为之4个字还是留给自己吧。青兰宗主这个人死要面子，今天在这里碰了钉子，这趟回去之后，恐怕不会再踏进山谷一步了。都是你干的好事。宗主，苏灵那边怎么说？他肯回来吗？别提了，人家根本不肯回来。那苏灵现在架子大得很，根本不把我们青兰宗放在眼里。你还有脸笑？苏灵不肯回来，全宗门都跟着你倒霉。距开赛只剩2天，神魂疗愈位除了苏灵没人能干，这个窟窿是你捅的，你想办法填。宗主，独子的疗愈术只学了点皮毛，根本顶不上用场。你听不懂人话吗？我让你带队上场，你硬着头皮也得上。输了，只是技不如人，可要是弃赛，整个青兰宗都要跟着你被全大陆笑话一辈子。今天开始，你的私人修炼资源全部没收充公。这2天，队伍的补给只有这么多。等大赛一结束，你的队长之职立刻撤除。弟子领命。滚吧！青兰队怎么穷成这样？那个队长连把像样的法器都没有。听说他们队长把家底儿都赔光了，连宗门补给都被没收了，能不穷吗？郑师姐，我们连解毒丹都没带几颗，万一秘境里遇上毒兽，可怎么办啊？遇上了再说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有什么好怕的？郑师姐，这毒瘴太浓了，光靠闭气根本撑不到对岸啊！有妖兽，是毒爪鳄，快退啊！郑师姐，你没事吧？弹药没了，回弹药和解毒丹都没了。青蓝队全员退出结界范围，淘汰。完了，这下全完了！苏灵，都是你，全都是你害的！我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全都是拜你所赐。第一处杀局是这片沼泽边缘的淤泥阵，踩上去就会陷进去。我们走左侧山脊线绕过去。刚才那动静是青蓝队那边传过来的，看样子他们已经出局了。苏灵姐，你也太神了，你早就知道这地方藏着杀阵。地图上虽然标了灵脉节点，但实际走过来气息根本不对。那沼泽看似平坦安全，底下其实全是迷魂阵，踩进去就别想出来了。这就出来了，这么顺利？绕开杀阵走，自然顺利。这座遗迹沉睡了太多年，灵气波动弱的几乎察觉不到，难怪没人能找到入口。这就开了，连个机关禁制都没有。走吧。苏灵，你总算来了。这个声音是我前世末世小队的队友，可他早就死了，我亲眼看着他被尸潮撕碎，怎么会在这里听到他的声音？
苏玲姐，怎么了？怎么突然停下了？你们都没听见吗？听见什么？刚才有人在里面说话。我只感觉到一阵神魂波动，没有声音。是神魂应叫。上古遗迹的禁制，能感知到来者神魂深处的执念，将记忆里的人和事记想成声音、幻象。原来只是我自己心里的执念吧。你心里藏着没解开的结，别被幻想牵着走。我知道了，先往前走吧。这石是空荡荡的，除了中间那尊石像，什么都没有。先探查一下这个石室。洛瑟尊主中毒了！给我散！苍烈尊主也中招了，苏玲姐，怎么办啊？都别慌，靠过来。苏玲姐，您撑得住吗？这毒也太邪门了！墨渊，用阴气帮我加固法阵，阴阳相济，能困住他。毒已经封住了，我去击配石像核心。这次多谢你了。这是一位上古疗愈宗师留下的手记，内容都是正统的本源疗愈秘术，记载的功法案例比我见过的所有典籍都要详尽。不对，手札里怎么会有这种黑气？这气息和之前那个散兄带的黑符同源。黑符是冥界叛逃者的东西，疗愈师的手札里不该有这种痕迹。这里有宗师补充的注解。当年有人用禁术害人，这位宗师拆解了禁术，把破解之法记在了墨手。施术者每夺一次本源，神魂就裂一道缝，夺的次数越多，裂痕越深，最后整个人碎掉。这就是禁术的弱点。这么邪门，那练这个禁术的人不是找死吗？郑婉如果真的碰了这个禁术，他知道这么严重的后果吗？他不一定看过。但黑气和伞球那枚黑符同源，背后的人迟早会把禁术递到他手上。前面还有通道，先继续往里走，等出去了再慢慢研究这本手札。首轮就全军覆没，回去宗门还不知道怎么罚我们呢。回去我们可怎么见人？都是他自己作的，要不是他把苏玲逼走，我们何至于成这样？现在他什么资源都没了，队长之位也保不住了，活该！废话什么？走，回宗门。苏玲，要不是你不肯回来，我怎么会落到这般田地？我所失去的一切，迟早都要从你身上加倍讨回来。哼，青岩队的前队长找我们黑煞门有何贵干啊？帮我杀一个人，价钱随你们开。你能拿什么东西雇我们？听说你已经被宗门没收了所有资源，自身都难保了，还想着雇凶杀人？我用一门禁术跟你们换，能掠夺他人本源修为化为己用，练了能直接破境进阶，价值连城。掠夺本源的禁术，你从哪儿弄来的？你别管我从哪儿弄的，只要你们帮我把人杀了，完整的修炼法门，我双手奉上。目标是谁？苏玲，灵犀小队的队长，我要他死。郑婉，他居然勾结黑煞门要杀苏玲，这可是宗门大忌啊！
肯定不会放过我。可要是瞒着不说，苏灵真出了事，不行，两边都得罪不起。我当什么都没看见好了。灵犀队长，久仰大名啊！这条回廊的传讯信号已经被我们锁死了，场外的长老们感知不到里面。你们今天插翅难飞。谁派你们来的？郑晚。苏队长，干我们这行的，讲究不问古故来历，只收钱办事。有人花了大价钱，不想让你活着走出这遗迹，所以我们来了。这噬魂毒物专克本源疗愈之力，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你。苏队长，下辈子投胎记得别惹不该惹的人。怎么可能？你们怎么会没事？就这点破毒，也敢拿出来现眼？连苏玲姐给我们家的护照都破不了。怎么样，能卜算出对方的部署吗？出口方向杀机很重，布了埋伏，但黑煞门用邪物盖住了阵法核心，我的卜算穿不透，摸不清具体部署。那怎么办？总不能在这儿干等着他们打过来吧？不干等，他们动手的范围大概率就在这个圆圈里。我们提前布防，把整片区域都当成战场来准备，以不变应万变。我胸口多了层绿色光纹，暖暖的，很舒服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本源之力凝成的防御加持，能挡神魂攻击和邪毒侵蚀。不可能！这秦魂毒专克本源之力，你怎么可能用本源之力做防护？别急，按我们之前定好的预案来。他们人多，我们逐个击破。痛快！老子来给你搭把手！右边这几个交给我，你们顾好前面。你一边维持着防御王罩护着队友，一边还能出手攻击，你到底有多少灵力？怎么可能耗不完？让我猜猜，背后雇你们的人是郑晚，青兰宗的前队长。你怎么会知道？跟我有这么大仇，非要置我于死地的，也就他一个人，不难猜。把你们的部署和接头细节说出来，我放你们安全离开。要是不说，他们就一直在这儿躺着等秘境崩塌，谁也别想出去。是郑晚，他说只要杀了你，掠夺本源的禁术残卷就归黑煞门。我们分了4路，前面2道回廊都埋伏了人，等着你们往里钻。人证物证都齐了，走吧。前面还有2道埋伏，正好一次性解决干净，省得后面麻烦。这就全触发完了。苏玲姐，你也太神了吧！他们在这儿，快堵住他们，别让他们跑了。走，下一道。苏玲姐，岔路有2条，你怎么知道要走这边啊？左边路面的积灰比最边厚，说明好几天没人走过了。右边脚印杂乱又新鲜，明显刚有人跑过去，埋伏肯定在右边。阵法节点拆了，他们的埋伏已经废了一半。剩下的我来。走吧。宗主，秘境那边传回消息，我们青蓝队首轮就垫底，全员淘汰出局了。意料之中的事，没什么好说的。还有一件事，大赛期间有人看见郑晚跟黑煞门的人碰面，好像是拿东西换了刺杀任务，目标大概率是苏玲。把证据都收齐了，盯紧他，等他一回宗门，立刻按门规处置。勾结邪派，雇凶伤人，这笔账我慢慢跟他算。苏玲姐，地上这些灰黑色的是什么？看着怪瘆人的。是邪气，常年渗在石缝里，阴邪得很，一碰到活人的灵力就会往经脉里钻。普通人沾一点，轻则神智混乱，重则神魂溃散。石门后面有东西，是专门吞噬神魂的邪祟。进去之后，以我们的神魂强度，大概能撑多久？撑不了太久，越往深处走，侵蚀越重，到最后神魂会被一点点死罪吞噬，只剩一副没有意识的空壳。苏玲，你真以为自己燃尽本源是为了救我们？不过是你自知活不成，临死前想给自己立个好人牌匾罢了。是深层幻境，比入口的神魂印象凶险100倍，直接挖开了他神魂最深处的记忆，
这鬼地方再把他的过往扒出来亮。你死了正好，我们挖了你的本源晶核，每人修为直接跳了一阶，算你最后还有点用。你以为自己很伟大，说白了就是蠢。真心错付的滋味，不好受吧？我撑不住了，这冲击力直接往神魂里砸，骨头缝都发疼。我也到极限了，再往深处走，我们的神魂会被震出不可逆的裂痕。我陪你进去。走。你能看到这些画面吗？只能看见些模糊残影。有人背对你越走越远，你一个人站在原地，没追。当初是真心想救队友的，拿命填也愿意，可到头来命搭进去了，还被最信任的人从背后捅了一刀。结界破的那一刻，你手里还有余力？有，最后一口气足够拉着他们俩一起陪葬，但没意思，不值得。困在这段回忆里太久了，我也该往前走了。我一直在找的东西就是它，这个遗迹的核心，所有元素本源都汇聚在里面。拿到它，我就能补全前世燃尽的那部分力量了。灵犀小队通关遗迹核心区域，积分断层第一，为本届秘境大赛榜首。快看，他掌心那颗珠子，九色流转的，那是什么级别的宝贝？我的天！刚进去前才什么修为，这才几天，气息厚了1倍都不止，肯定是拿了遗迹里的上古至宝。立刻传讯各宗长老，苏灵拿到了上古元素本源珠。苏灵姑娘，我玄月宗愿与您签下10年灵材公共协议，品阶、数量、代价全由您说了算。北境3族联名恳请姑娘开设疗愈分题，族中愿划出最富庶的领地监管，派长老亲自坐镇护卫，所有收益分文不取，全归灵犀。诸位的心意我收下了，文书且留下，待我逐一过目后，会给各位答复。今日人多势杂，就不留诸位了，请回吧。郑婉，你身为本宗弟子，雇凶谋害同门，勾结邪派黑煞门，私修禁术邪法，3罪并发，证据确凿，现革除你队长之职，打入思过崖禁足1年，修行资源按最低等非发，无照不得踏出崖底半步。禁足1年，苏黎，你等着，等我练成禁术，别说这思过崖，整个青兰，整个大陆都拦不住我。你抢走的一切，我都会亲手抢回来。苏灵，我被青兰赶出来了。我知道以前是我对不住你，你大人有大量，收我进灵犀吧，哪怕做杂役都行。青兰宗广场上，郑婉逼你表态，你当着全宗人的面说跟我不熟，你从来没站在我这边过，只会风往哪边吹就往哪边倒。灵医不收明哲保身，永远不敢出声的人。神了，真的一点都不疼了。我这寒毒缠了3年，多少名医都治不好，您这随手几下就解了。苏灵姑娘，您这手法也太神了。熟能生巧罢了。下一位，别被眼前的风光迷了眼，思过崖底的东西快要醒了。信上残留的邪气源头，指向青兰宗思过崖底，气息和散修身上的夺命符同源。是郑婉在练那门锦术。是，崖底的邪气一天比一重，他催动那本残卷的进度比我们预想的还快。我去盯几日，摸清楚他修炼的进度和底细，再做打算。他现在心性已经歪了，又碰了禁术，你万事小心。然，和遗迹里那般锦术是同一种，掠夺本源，化为己用。苏灵，是你抢走了我的一切，我什么都没了，凭什么你站在高处受万人种养？夺1人本源，增自身3成修为；夺3人本源，可连破3境。苏灵，你接着风光你的，等我吸干你的本源，把你所有的东西都抢过来，我倒要看看你还拿什么跟我斗！这根本不是普通禁术的动静，这是邪术！郑婉他疯了！武魂玉的预警，还有本源珠投射的护影，都指向同一个时间。跨界大典开幕当日，郑婉会选在那天动手。大典当天，全大陆的宗门部族都会到场，人多眼杂，秩序混乱。他混在人群里突然发难，第一波冲击确实很难有人及时反应过来。
怕什么？我们提前布好阵，他要赶来，直接把他摁死在当场。我已经结合固魂玉的禁制，布下了3层护魂护身法阵。大典当天，你们3人各守一处阵眼，稳住外围防线。主阵眼在哪？在苏灵身上，我把核心禁制刻在了他的固魂玉里，他贴身带着，神魂和肉身就不会被禁术伤到。不管郑婉把禁术练到了第几层，这笔账我都会在大典上跟他算清楚。你们守好外围就行，正面交给我。好，我们守在外围，替你拦住所有变数，你只管正面解决它，我们永远在你身后。禁制已经开始躁动了，郑婉，你果然没让我等太久。我的天，人也太多了，比上次秘境大会热闹10倍都不止。全大陆的大人物都来了吧？这可是全大陆的跨界大典，数百年才办一次，能来的都来了。什么动静？这屏障是用禁术本源凝成的，专克草木灵力，我的力量打不穿。什么鬼东西，这么硬？剑道之力也被压制了。这禁术能吞噬寻常灵力，普通攻击破不开。敢动一下试试！我现在就引爆本源，直接搅碎他的神魂，大不了大家一起死！苏灵，苏灵，你凭什么？这些东西本来全都该是我的。秘境大赛的榜首是我的，今天这个受万人敬仰的位置也该是我的。都是你，是你突然冒出来抢走了一切。苏灵，你根本就不该出现在这个世界上。我今天就杀了你，让一切回到原位。感觉到了吗？你的本源之力正在被我一点一点吞掉。你风光了这么久，也该轮到我了。郑婉，你的禁术练到第3层了吧？夺了3个人的本源，才有今天这威力。可你有没有翻到卷轴最后一页？成了，我的本源回来了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禁术每夺一次本源，你的神魂就会裂一道缝。我刚才那一针只是帮你把裂口提前撕开了一点而已。郑婉已经败了，该我们收拾战场了。这几个杂碎交给我！此地不能久留，我们走。还是让他们跑了。这是冥界禁传的血遁阵，他折了大半寿元换的一次性遁术，我们追不上。在场的残度都清完了，我们先离开这里。高台上太显眼了，四周说不定还藏着他们的暗杀。听说苏灵被抽走大半本源，硬生生又扛回来了，真的假的？我亲眼看见的，那可是本源之力啊！说收回来就收回来，太邪门了。金陵山谷总部不动，3族交界重镇设一座分站，人族核心修真城设一座，3座驿站同步运行。灵职、护卫和法器的供给，你们能搞定吗？灵职的事包在我身上，驿站开到哪里，灵职就送到哪里，不会断供。护卫，我挑兽族最精锐的小队，个个能打，
守3座驿站绰绰有余。修真城那一战的防御阵我来布，保准比大宗门的护山大阵还稳。护魂法器先出3套应急，不够再补。那就分头去办。驿站建好之前，不用天天回山谷报备，各自盯好手里的事就行。苏玲姐，有件事不太对。动工第3天开始，站外的防护灵值莫名其妙枯了3排，还有几个工匠总说头疼，提不起力气。地底下埋了东西，先别动工了，等我查清楚怎么回事再说。苏玲姐，图有问题。是稀释过的神魂毒素，下毒的手法和郑婉炼的禁术同出一源。毒是有人故意埋的，顺着毒素残留的方向追，应该能找到人。分站这边搞定了，今晚摸去主驿站那边，把药埋进灵芝田里。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我们明明藏得很隐蔽。谁派你们来的？是郑婉，他让我们在分站投毒，等看病的修士多了，外面就会传你连自家地盘都治不好，灵业的口碑自然就倒了。政务我来拿，臣别累着你，给我就行。我自己拎得动，你俩别挡路。偷毒就是个幌子，郑婉说了，他真正的目标是你们主驿站的灵材库房。看来灵材库房的位置已经暴露了。明天我带人出谷巡查，故意把人调走，你们3个藏在仓库里等着。他真会来吗？不至于这么沉不住气吧？肯定会来，他这种人，见了好处就忍不住。越觉得我们防备空虚，越要铤而走险。有埋伏！一个都别想跑！你以为这破剑尘能拦得住我？跑了，又是这折寿催的禁术，追不上。他掉了半卷东西，像是禁术的残烟。这上面写的是玄影的事，他折修为救人不是头一回了，早在很多年前，就有人比他更早开始用这套术法。你认得这上面的东西？玄影，他曾是我在冥界的副手，也是当年一手扶我登上冥界之位的人。你带出来的手下，那怎么会反了？他当年偷练本源，掠夺禁术，残害同族，被我亲手封在了冥界深渊底。封印需要2界秩序同步运转才能维持。最近人界禁术气息越来越重，不断冲击2界裂隙。他就是趁这个机会破封逃出来的。他费这么大劲跑出来，想要什么？他一直在暗中收集本源之力，想颠覆2界秩序，自己取而代之。之前的冥界叛逃者，散修手里的黑符，所有线索都和他有关。
郑婉手里那些禁书，也是他给的。是，他破风之前就把手伸出了冥界。思过崖底下那卷残页是他故意放的。郑婉的执念被他利用了。这些事本与你无关，是我把麻烦引到你这里了。麻烦都找上门了，分你的我的有什么意义？他动了我的驿站，就和我有关系。我们联手把他按住，总比你一个人扛着强。精灵王庭全力配合你们，所有灵职人手随你调遣。哼哼哼，多大点事儿，直接打上门就行了。手足听你调派。你连他藏在哪儿都不知道，打谁去？先把人找出来再打，反正玄影跑不了。剑阁随时可以出动，听你号令。这是玄影的弱点，你早就准备好了。从他被封那天起，就记在这上面。苏玲姐，刚收到的消息，有几家被压制多年的小宗门和玄影的人搅和在一起了，他们在商量怎么联合起来一起对付灵异驿站。灵犀疗愈收费高的离谱，一次诊疗就要半块中品灵石，我们普通散修根本治不起。我看你们就是借着名声坐地起价。所有疗愈项目成本明细和善款去向都在上面，灵芝采购、法器维护、人力分账，每一笔都写清楚。谁觉得自己多付了，可以拿单据来对。对账？谁不会做假账？还不是你们随便写？你左膝旧伤骨裂没接好，每逢阴雨天就疼，走路发力重了也疼。这伤我免费给你治，不算在收费里。灵犀驿站所有收费标准都经过精灵、手足、冥界三族联合审定，文书在此，有据可查，有异议者可直接向三族仲裁堂递函申诉。是玄影的人混在人群里故意带节奏。不要杀我，我可以把我知道的消息都告诉你们。说，玄影大人在各州都安了人手，他在布置神魂禁术大阵的前置阵眼，具体位置我不知道，只是听上面的人说快成了。玄影在各州秘密布置禁术阵点，单靠灵犀的几座驿站，守不住全大陆。灵深院牵头组建抗邪联盟，共享基础疗愈术法与灵植资源，各方合力，共同对抗玄影。联盟是大好事，但牵扯到全大陆的资源调配，我们怎么信得过灵尼不会借机占大头，谋私利？加入联盟，基础神魂疗愈传承免费开放，三族庇护同步生效，0年不占任何一家的资源份额，只出术法出人手，不谋半分私利。既然苏姑娘这么说，我们宗签了。精灵王域会为联盟提供全品类灵植储备，成员按需调配，不设门槛。万兽谷的兽群轮值巡护各州，不收半块银子。剑阁负责联盟所有阵法的布防和维护。明夜背书，谁敢动灵犀联盟的人，明夜会亲自找他算账。四族全占他这边，这联盟契约不签才是傻子。
苏玲姐，大陆西侧传回消息，第一座前置阵眼已经激活了。神魂受创之后，第一步不是急着用药补，而是先封住创伤边缘，防止神魂继续溃散。看好了。凝神的，刚熬好。你最近教弟子们修行辛苦了，趁热喝。他现在认熟路了，以后你巡查自己走也行，骑着他也行，省点力气。剑气消的，手里收的这么干净，这手法，全大陆没几个人做得出来。看来叶琛干的，连夜帮我清掉了巡查路上的石块。落色的汤，苍烈的麒麟，叶晨的碎石，你是第4个。你们4个商量好的？谁和他们商量？是我自己来的。西侧阵眼彻底激活了，当地10几个修士，神魂深度受损，全部陷入昏迷，救醒的几个也神志不清。是剑阁传来的消息。我的人刚传回来的。阵眼激活的位置和上次缴获的残页记载一致。让苍烈的人守住外围，布好警戒线，别让任何人靠近那片区域，防止邪神得寸进尺。我亲自去一趟西侧。这些修士是被阵眼的邪气控住，不是敌人，别伤到他们，打掉他们身上的邪气就行。正面我挡着，你找机会解他们身上的邪气。邪气扎得太深，我一个人一次只能解2、3个。能解多少算多少。叶晨，你绕到后面找阵眼本体。阵眼是控制这些修士的东西，把它拆了，人就醒了。你那边还能撑多久？撑不住说一声。撑得住，你顾好你那儿就行。阵眼的邪气开始往外渗了，叶晨，尽快找到阵眼本体，其他人别放昏迷兵士过线。我撑得住。你刚才透支太狠了，半个时辰后会有一段气力不支的空档，要收尾就趁现在。阵眼本体在碎石下面。这下面还有一个秘境，比我们上次进的那个更大，危险的气息也更浓郁。里面什么情况都还摸不准，你们全跟下来。外面的防线谁守？外面有万寿谷的弟子守着，轮不到我盯梢。剑阁弟子布好了警戒阵，不用我守在外面。你觉得我们能让你一个人往下闯？整片灵芝林全枯了。不，这是幻象，是假的。
万兽散尽，连一头崽子都没剩，这种唤醒骗不了我。剑道尽毁，断了，重建就是。墨渊，你看见什么了？没什么，走吧。禁术的完整起源在这里。它第一次出现在冥界，后来被封印拆写成碎片散出去。郑婉手里那卷残页只有表面，真正核心的东西在这块碑上。核心内容居然在这块碑上，我必须抢过来。只要拿到完整禁术，苏灵又算什么？谁？出来！是郑婉，压住毒物，别让它散开。我没事，我们继续往前走吧。坡道左边土石松了，都走右边。墨渊，你小子挺闷骚啊，反应快的。每次都是你比我们先动。我拿到了完整的禁术口诀。上次你拿来的残页，记得只是皮毛表面的东西，这一回的东西确实值点价。苏玲姐，外面排了40多个人，散修、小家族的都有，全都想进灵医队伍。设3道考核：心性、应变、基础修为，3项都过了就收，不用凑人数。好，我这就把规矩贴出去。对了，苏玲姐，各宗颁发护魂玉符的事儿，也贴公告里一起说吗？贴，让他们按联盟加入顺序派人来领。啊，一共100枚，发完为止。是。第一轮考力量，能接住我一拳，就算你过。第一轮通过。力量不够，下一个。第2轮考步伐，前面那3段实境走一遍给我看，我要看到你脚下怎么发力。你刚才放水放的也太明显了，瞎子都能看出来。我哪儿放水了？你别胡说！你寻常一拳能把同阶鸠士攀出3丈远，刚才那个小伙子只退了5步就站稳了，还说没放水。你也这么觉得？你收了3成力。联盟那边收拢的人越来越多了，再拖下去，等他们站稳脚跟，就不好动手了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动手？我等不及了。联盟首届年度大典，到时候所有宗门都会派人到场，
苏灵一定会在高台上主持，到时候你按我说的做，保管他插翅难逃。这次绝对不会让他再跑了。00联盟成立1年，御景御符，覆盖7成宗门，疗愈驿站新增12座，遍布3族交界。下一年，基础神魂疗愈术发会向所有联盟成员开放，不限宗门大小，不分族群高低。诸位坐着就行，不必慌乱。苏玲姐，阵纹亮了！压住阵脚！苏玲姐，她不太对劲。他在强行催动进阶口诀，修为在往上涨，但神识已经在散了，这是在透支命源。苏玲姐，山谷两侧都接上阵了。东面有缺口，快顶不住了！右路阵纹已经补过去了，你只管打。他冲你来的，你注意安全。他已经被禁术吞噬神智，分不清敌我。你一直躲不是办法，直接出手制住他呀！他的禁术根基已经被我碎了。正丸已经废了，禁术修为散尽，和普通人没两样。苏灵，禁术大阵一旦启动，全大陆都要给我陪葬，我等着你来找我。苏玲姐，陆岩藏在俘虏堆里，被我揪出来了。驿站布防换防的时间、节点位置，全在你手里。郑婉一个被逐的弟子摸不透我们的底细，是你一直在替他递消息。郑婉勾结黑煞门，雇凶杀人，私修掠夺本源禁术，证据确凿。陆岩知情不报，传递驿站布防，包庇空敌，视为同犯。废了他修为！这种害群之马，留着也是祸患。郑婉。从今天起，你的修为会一寸一寸散干净。别人被掠夺本源时被抽空的感觉，你自己慢慢品尝吧。陆岩，你递了多少次消息，灵力队员就挨了多少次伤，你的修为也会散尽，连凡人都不如。这是你选的路，当众行刑，即刻执行。我给他们加了神魂禁制，他们以后修不了气，也破不了这道印。这还差不多，也算他们罪有应得了。天暗了，那是什么东西？冰封禁地方向邪气波动很浓，还在持续往上翻涌，像是有东西要破风了。冰封禁地是什么地方？连上古凶兽都不敢随便踏进去。寒气能动醉神魂，我们派大军进去，
不是白白送死吗？玄影的禁术一旦完成，全大陆修士的神魂都会被抽干。守在这里就是等死，进去打或许还有活路。古籍记载，禁术阵眼藏在地下冰脉交汇处，只有进入禁地深处才有机会拆解，不拆它自己不会停。精灵族北境猎手熟悉极寒地形，可以打情哨。兽族耐寒的品种多，我族能扛得住冰封环境的往里带。剑阁弟子轻装快速，负责开路勘察。4路禁军，东西南北各一路，互相策应。谁当主将，自己往上报。我走正北，正面破阵，我何事？东侧兵籍我走过一次，东边我来带。西侧交给我，猎手们熟悉那边的冰下暗流和隐形裂隙，能避开不少陷阱。我去南面，冥界阴气不受寒冰影响，适合断后和策应。 4路主将定了，各带100人，明早出发。我也调一批弟子随行。既然要去，就别让灵眼一家扛。这风是从禁地核心直接灌过来的，越往北走越冷，普通弟子撑不了太久，得按你说的分批轮换。 到了禁地边缘，先扎稳营盘，别急着往深处冲，那里的寒气能冻透护罩，普通修士撑不住2个时辰，必须按时轮换休整。冻得手指都没知觉了，这鬼地方比想象的冷10倍。先锋弟子冻伤了2个，已经服了凝神丹稳住了。 再往前走3个时辰，暖魂阵的效果会被寒气抵消大半，普通弟子扛不住。凝神丹每人再发1颗，入夜前必须抵达扎营点，不能停在半路，夜里寒流下来更危险。前面冰层下是空的，我带人从左侧绕过，给你们留标记。好，标记打深一点，后续队伍也要走这条路，别让后面的人踩空。 这寒气渗得比我想象的还要快。这是枯木逢春枝，贴身放着能驱寒养魂，你耗损大，用得上。你抱着暖手，这石头散热慢，能暖到后半夜。剑穗上的暖意能撑到天亮，你挂在腰间就行。 够了，都去歇着吧，明天还要赶路。连环杀阵布好了，冰原死树埋在你们的必经之路上。等你们走到这里，阵会自己启动。我倒要看看你们能闯过几关。哈哈哈哈哈！ 他们会自爆，别让他们近身。所有人拉开距离。我们分3批走，队伍前后拉开空隙，不要聚在一起，聚得越近，自爆的威力越大。阵眼在正前方兵旗下方。我这边的死士清完了，这下面还有东西。 下面是一头上古神魂凶兽，一直在沉睡。
裂口是新的，连环杀阵都挡不住你们，那这个总该够了吧？那是什么？大家散开，别和他硬碰。他不是故意要攻击我们，是被邪气控住了神智。苏玲，你抓紧时间，我们撑不了多久。你还能撑多久？再给我一炷香的时间。成了。你给的消息我都收到了，谢谢你。玄影的终极禁术大阵是要抽干全大陆修士的神魂，打通一条冥界通道。通道一开，人界和冥界的屏障就会碎掉，到时候阴阳失衡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主阵眼在冰窟最深处的一口古井下，外面有3层辅阵眼保护。必须同时破坏，才能靠近。西侧辅阵眼布了迷魂陷阱，草木之力最适合破解。你去。东侧守将是硬茬，你正面硬闯最合适。南面那个阵眼藏得最深，需要潜进去无声拆掉。你去最稳妥。3处辅阵眼必须同一时间破，差1刻都不行。3处都拆了，你这边呢？我带主力队直接去主阵眼。不行，主阵眼危险得很，你一个人带主力队我不放心。我去主阵眼，东侧我安排副将去。西侧辅阵眼不难，我可以先拆完再赶去主阵眼和你会合。你别自己扛着。主阵眼外围守卫多，需要快速清场，我速度快，我去更合适。主阵眼底下是冥界功法部的路数，我熟悉。我跟你一起去，能节省时间。别硬撑，撑不住就发信号，我们立刻赶过去。少逞强，有事喊一声，我们3个立刻赶过去。主阵眼底下有异动，就放见效信号，我能听见。走吧，我们也该出发了。主力队已经在外面集合好了。苏玲姐，3路同时传回来消息，西侧已破，东侧斩杀守将，南面阵眼也顺利拆掉了，3路都准时，没出半点差错。传令主力队即刻出发。冥界之主居然带着一个人界女人跑到我的地盘来上送死，你当年登位时的狠力和脑子都丢在冥夜深渊里了。你手里的本源之力在你身上真是浪费了。等我抽了你的神魂，夺了你的本源，打通2阶通道，整个大陆都是我。说完就动手吧，别废话。能替他挡1次，能替他挡10次100次吗？我看你能护他到什么时候？无妨，别分心。虽然这阵还没完全练成，但用来送你们过井也够用了。我上去压阵，你拖住他，别让他碰我。好。有我在，你过不去。墨渊在护着他，我们守在外围就行。别让杂兵上去打扰他破阵。你在反向压我的阵眼！你居然拿本源之力硬扛禁术大阵！你知不知道，你压得越深，反噬就越重！
你等于把自己的神魂和阵法绑在一起了。绑了就绑了，能压住你的阵，这点反噬算什么？小心，他要自爆了，快躲开！墨渊，你冲上来做什么？墨渊，你怎么样了？别硬撑了。我说过会护着你，没事，我死不了。你别说话了，我现在就给你治疗。封住了。入口封住了，残魂逃进了冥界风险深处，暂时回不来人间。但没彻底灭掉，终究是个隐患。先把外围残余的邪气都清干净，别留隐患，免得他再聚拢起来害人。还要多久能好？我们守在这儿，别让人打扰你们。他神魂根基被震裂了，我刚才已经灌了本源稳住了，要全部修好，至少3天不能动，得留在这儿静养。那我们就在这儿守3天，外围邪气清完之后，我们就在附近扎营，不会走远。灵犀联盟盟主苏灵率队大破冰封禁地玄影禁术，保全大陆万千生灵。今日庆典，全大陆共贺。苏灵，冰封世地这一趟，你担得起所有的敬意。往后不管你走到哪一步，精灵族永远站在你这边，灵芝山谷也永远有你的位置。谢谢你，洛瑟，灵芝山谷的元首，我永远记在心里。苏灵，以后不管遇上什么事，直接找我兽族，别一个人扛着，你扛不住的，我替你扛。记住了，以后少不了麻烦你。苏灵，剑阁永远护你周全，不论你在哪，只要传讯，剑阁的剑气永远会替你挡下一道致命攻击。好，叶晨，你费心了。墨渊，你呢？别人都说了，你不说点什么？我没什么要说的。你回头的时候，我一直在你身后，以前是，以后也是。冥界传过来的消息，玄影的残魂没有散干净，他纠集了一股叛军，在冥界边境作乱，还在拉拢当年的旧部。我该回去了。玄影残魂进了冥界，不彻底清场，他们迟早会卷土重来。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回去？我走了，这边的疗愈体系怎么办？联盟刚成型，驿站和驿控站点还没有完全铺开。放心，联盟有我们看着，散不了。没错，人间的事我们替你兜住，你放心去就行。我还是放不下这边的事情，你先回去，等这边情况稳定了，我再过去找你。这是冥界的通行玉佩，你拿着它随时都能进来。好。苏灵姐，大陆南部出事了，一个镇上的人突然全部陷入昏迷，神魂在消散，普通疗愈术没用，像是瘟疫。
怎么样？他们的神魂在持续消散，普通疗愈术治不好，得重新配药。镇子里还有几百号人，外面不断有人逃过来，这样下去，其他人也撑不了多久。守住镇口，别让任何人出去，也别放人进来。疫病一旦扩散，会更难控制。我去查源头，水、土、空气，我们一个一个排除。周边3条要道已封，外面进不来，里面出不去，你安心治病就是。好。给你弄的饭你一口没动，汤总要喝些吧。苏玲，你从昨天到现在没合过眼，再熬下去，药方没配出来，你要先倒了。白毛怪说的对，你先歇一歇，这些药又不会跑。我知道你们是在担心我，但外面躺着的人每过一天就少一分救回来的机会。我不是不想停，是现在不能停。行，那汤你至少喝一口吧。走吧，我们守在外面，他有事喊我们也能随时过来。屋里角落有配好的毒粉，气味和你之前捡到的瓷瓶一样。玉符能分辨毒株残留的气息，一路追到了这里。说吧，谁让你来的？我手里的玉符能顺着毒的气息追回去，只是多费我几个时辰而已。我自己追到的话，你就没用。我不会留一个没用的俘虏在身边。我说，磨坊地下有暗格，毒族原也在里面。是玄影大人安的人，他让我们趁明夜之主不在的时候动手。和古籍里记载的毒株是同一种，有药可解，但需要重新配。要多久？今晚我就是第一版，天亮前应该能出结果。成了，赶在天亮前把药配出来了。苏玲，你怎么了？你发烧了，快把他扶进硬场。生病还攥着那个臭阎王的玉佩，手都攥白了。看来他在他心里铸就不一样。难道我们又来晚了吗？墨渊尊主刚从冥界赶回来，最新消息，玄影残魂已经联合冥界叛军，准备大举入侵人间。眼下唯一的办法，是我们两界联手，一起抵挡。冥界军队归我调，人间这边他来管，两界互不统属，只协同作战。后勤和灵芝储备归你管，所有人吃的用的都要跟上。正面作战的战力归你，先锋营你亲自带。情报和侦查交给你，叛军从哪儿来往哪儿走，你全都要打探清楚。现在全大陆备战，3天内各宗把能调的人报上来。遵令。别看了，走了。
你们还看不清楚他的心吗？我们现在只需要守护好他，别的他不需要知道。边境来报，玄影叛军提前动手了，冥界边境已经失守，先头部队穿过裂隙进入人间了。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苏灵，立刻！苏灵姐，叛军已经被仓列的人压回去了，但伤者太多，咱们人手不够。重伤抬左边，轻伤放右边，先稳神魂，再治外伤。墨渊那边的人到了没？还没见人，但传来的消息说他已经绕到后方。你们压住正面战场，别放人走。黑脸阎王，后面我也堵住了，你放心大胆干他丫的！这批人恐怕只是玄影的试探，主力还在后面。我们必须更加谨慎。玄影找到了幽冥通道旧址，能直接把他的大军传送到大陆中心，我们恐怕要挡不住了。苏灵姐，幽冥通道开了，大批叛军正往山谷方向涌来。知道了，传令各镇守卫，等我信号再启动。是。草木困阵先出发了，第2层也炸了，第3层杀阵收口了。最后一批叛军我也解决了，现在谷口清干净了。有本尊在，这个地方你们别想通过。清完了，阵眼全部完好，还能接着用。传令各镇护卫，守住谷口，今晚轮流值守。苏灵姐，通道已经重新封住了。玄影在通道被毁之前留了一句话，他说要献祭万千吞噬魂魄，融合尽数核心，成就不灭邪身。苏灵姐，我们的神魂好像在被抽离。玄影在献祭所有吞噬的神魂，他要同化两界，重塑成自己的不灭邪体，超脱两界法则，做永世主宰。他这样会把自己也烧进去。他要的就是这个。现在想来，前世末世的浩劫和现在是同一道吞噬之力。那时候我没能撑过去，这一世我绝不会让他重演。所有人整装，直奔尽数核心，在他完成之前砸碎他。苏灵姐，前面气息不对，像是有东西在等我们。护住自己，撑不住就停下。前面是核心区，玄影用万千文魂的怨念铺了一道屏障。怨念？对，怨念会把每个人心底最怕的东西翻出来给你们看。等我和墨约进去之后，你们再跟上来。灵之生机被封了，灵力放不出来。是我也放不出来了，我的剑气也被吞了。我的压制场专克你们，本源灵力、剑气、兽威全都会被吸收，看你们这次往哪儿逃！你身上这股邪气，和我前世末世浩劫是同源。我来，你一个人扛不住。你去帮别人，我还扛得住。苏灵姐，压制场在破碎。我的灵之生机回来了，我的兽威能用了，我的剑气也通了。压制场规律我已经摸透了，你们可以动了。有我在，你不可能碰到他。邪气我封住了，傻大哥，你那边还有没有往外渗的？外围没事，地面下的震动停下来了。残煞我全都清完了，玄影他成不了气候了。堂堂冥界之主，跑来给女人当盾牌。墨渊，你当年踩着我上位的时候，可没这么窝囊。我当年踩你，是因为你不配做我冥殿之人，现在更不配提当年。你这个贱人，你在烧我的根基！烧的就是你。说了，你今天碰不到他。
玄影那孙子把郑和也融进去了，他的邪功要大成了。不灭邪体成型了，常规攻击对他没用，你们先散开。全劲打进去就散了，像打水一样，没有着力点。我的藤蔓也在枯，撑不了多久了。你们伤不到我，现在你们所有的攻击都是我的养料。他没有实体，连我也打不穿他了。让我来，你们等我信号。我的光柱会从地底倒涌上来，从内部拆他的阵核。你在剥离阵核？当然，你就准备受死吧。阵核散了，玄影被彻底封住。墨渊，你的手！墨渊，是噬魂咒。玄影那杂碎一开始就想毁了墨渊，墨渊从头到尾都在邪气里面打，咒毒趁他灵力耗尽的时候渗进去了。苏玲姐，你从回来就没合过眼，喝口水吧。放桌上吧，我等会儿喝。他还是不肯松手，从回来就在床边坐着，手没移开过。外面的事儿归我们管，里面的事儿归他，分工分清楚，各自做好自己的事儿就行。驿站恢复运转，伤员送回各宗了，冥界的通道也通了。墨渊还在昏迷，但神魂没有继续恶化。外面的事有洛瑟他们3个，我放心。你们有事都可以找他们，都去忙吧。你睡了这么久，我守了这么久，总得有个头吧？墨渊，你醒过来，我就给你一个你想听到的答案。我每天用本源温养墨渊，都没发现他灵魂深处有这么一处地方，像是有东西被刻意封住了。我得进去看看他到底藏了什么。神魂气息这么干净，隔着冥夜都压不住。小丫头果然不论哪一世都如此强悍。这是末世我死的那一天，原来他早就认识我了。转世，我和墨渊到底有什么过往？每一世我转世，他都站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守护我。青兰宗那次我还以为是自己运气好，原来是他在暗处替我把路扫干净了。我以为自己2世都是一个人撑过来的，原来不是。你看着我重生，看着我站起来，从来不靠近，也从来不离开，就那样守着我。虽然不知道为什么，但你守了我2世，这一世换我守你。你睡多久，我就等你多久。墨渊，你手指动了，你听到我说话了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你听得到。墨渊，快醒来吧。墨渊，你终于醒了。你一直在守着我，我怎么敢不信？算你识相。我和你说的话，你都听见了？听见了，每句都听见了。墨渊那狗东西醒了，我们不用再轮着守夜了。看见他笑了就行，我先走了。外面的事都说完了，他们可以安心待着了。我们走吧。他们虽然嘴毒，但是真的为你高兴。那你呢？你醒了，我比他们更高兴。答应你会永远保护你，我不会食言的。永远？好啊，这是你说的，那以后就别松手了。有件事我想问你很久了，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时机开口。你说，你愿不愿意和我结成道侣？你刚醒就说这个，不怕我再把你气晕回去？
你没答应我之前，我不会允。你都这样说了，我当然愿意。我喜欢的姑娘结婚，到时候全大陆各宗都会来人，场面一定要大。山谷灵植我全包了，3天之内全部换成最好看的花王。万寿那里我已经传令下去了，各大兽族会派代表来朝贺。麒麟那头蠢货，我亲自给他牵来当花童。大典安保我来安排，我们剑阁的人保证不会出现任何意外。你不出手则已，一出手就把所有重活都揽了。为了他，值得。这是山谷景观初考，你看一眼，有不满意的我连夜改。万寿的路程已经传回消息了，3日内能到齐。麒麟我亲自去接。贺礼登记册里没有这一件，我刚才清点新送到的礼单时，在库房角落发现的，封禁气息很特殊，不像是近年做的东西。封禁气息是上古封禁手法，至少万年以上的东西。我没打开，直接拿过来了。居然是神魂姻缘器！你紧张？紧张，怕你反悔。现在我想反悔也来不及了，天下人都看着呢。婚期成了。祝你们以后的日子安稳长久。你这个黑脸怪，如果对他不好，我一定让我的灵芝抽死你。你们俩一定要好好的。祝你们圆满。谢谢你们。这一刻要是能停住就好了。我也这么想。凡界传来急报，多个城镇同时爆发绝症，所有疗愈术都无效，情况在扩散。传令下去，全员待命，我马上出发。仙师，我这病看了10几家大夫都说没救了，您这手一搭就好了。还没全好，药得按时吃，我让人把方子写给你。你从早上做到天黑，已经看了200多人了。还有一半，你累了就先去歇着。我歇不了，我得帮你拎药箱。凡人界用不了灵力，我准备换普通药材和手法来治。每站配2、3个凡人医师，亲自教他们。我先把基础方子和诊断方法整理成册，让他们照着学就行。你打算留多久？留到把册子写完，站点开下来为止。凡人界的人没有灵力可用，一旦得病就是等死。我不想让他们继续这。怎么了？这些字是我前世末世的古文字。你看得懂？能认个大概，但这块碑不应该出现在凡界的深山古寺里，应该埋在修真界或冥界的地下。这块碑我要带回去好好研究研究。我读完了，这块碑上的禁术和玄影用的东西是同一套。同源。同源。
而且源头比我们想的更古老。前世末世的浩劫，玄影的禁术，这块碑上的文字，都是这个源头。你打算怎么做？斩草除根，所有和这套禁术同源的东西，不管藏在人间还是冥界，全部封掉。我不想让后世再有人从某条地缝里翻出一卷残页，再来一次浩劫。要多久？不知道，你不用在这里等，冥界的事你回去处理就行。冥界的事已经稳了，我留在这里陪着你。你写完了？写完了。所有和那套禁术同源的东西一个不漏，下令下去，让他们一旦见到全部封杀。这套东西我封在灵石盒里，有我下的禁制，后世的人就算翻到也看不懂。冥界全境秩序已彻底稳固，以后不需要我常驻了。你可以永久留下来了。对，留下来陪着你。此乃全域疗愈体系全篇，包含凡人1点、修真灵书、精灵御法、兽族血疗、冥界魂玉，5界通用。从现在开始，灵犀联盟预警、防控、救治、传承一应俱全，正式成为天地秩序之眼。凡有疫病灾厄，5界共御。灵犀尊主，这份传承，精灵山谷将世代守护。万兽森林认你这份恩，百兽将为你镇守一方。有灵异联盟在，我可放心去逍遥快活。气息有些虚，累了吗？不累，现在的我比当年一个人燃尽本源撑结界的时候轻快多了。你们真要赖在我这不走了？山谷宽敞，多我一个怎么了？我又不吃你的粮。我明天就走，准备去游历天下了。这棵苏灵叫出身灵树，以后灵异联盟每收一位新医者，就在山谷里栽一棵。并蒂花，出清灵树的花从来不并蒂的。万物有灵，他只是在感谢你。这朵花象征着我这一世所有走过的路。以前我做梦都不敢想这样的日子，连呼吸都不用使劲。往后再没有战乱和分离，春夏秋冬，我都陪你看遍。说话算话。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我一堂堂精灵谷主，现在跟养老似的。你嫌清闲，那换我去守你的灵职园。你是管我那窝小崽子吗？免了。现在的日子也挺好的。以后还会有更多人来栽树，凡人、修士、精灵、兽族、冥界都会来。我们付出那么多努力，不就是为了今天吗？一切都值了。是啊，有你，有大家，这一世我才算真正活过。